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虎姑娘，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，是一部永不过时的爱情片，在某方面能与断背山相比，它不被所谓的性取向束缚，爱就是爱，无关性别。本片结合了甜茶的颜值、意大利的夏天、回味无穷的后劲、蜜桃成熟时和热烈的爱情。我只能说，先看为敬。今天就给大家带来这部爱情片，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。80年代，意大利北部某地，暑假，17岁的艾丽像往常般来到乡下别墅度假。她的父亲是名大学教授，会在这个时间邀请一名学生来到这里充当他的助手。今年是美国犹太人奥弗过来，艾丽站在卧室里收拾衣服，她需要把自己的房间让给奥弗，然后去隔壁睡觉。每年都是如此，她已经习惯。这时，汽车的声音响起，奥弗来了。艾丽的父母热情地欢迎。艾丽站在窗前，围观奥弗的到来。奥弗高大帅气，是个成年人。艾丽走下楼，在母亲的要求下帮奥弗搬行李，并与他握手认识。来到卧室，奥弗满脸疲惫地扑倒在艾丽睡过的床上。艾丽本想与他聊天，但看见他疲惫地躺在床上，就没有开口，转身前往隔壁谱写乐谱。几小时后，女仆拉响了铃铛，晚饭时间到了。艾丽敲响房门，叫奥弗起床，但他已经陷入沉睡，没有回应。艾丽拿起书，装作不小心掉在地上，奥弗被惊醒。艾丽邀请他下楼吃饭，奥弗虽然拒绝，但还是感谢他的邀请。第二天清晨，奥弗精神饱满地走下楼吃早餐。他是个自来熟的人，很容易就融入聊天中。席间，奥弗的六芒星项链引起艾丽的注意，他也有一条，但从没带出来过，毕竟六芒星象征着犹太教。饭后，奥弗在艾丽的陪伴下骑上自行车，前往镇上的银行开办账户。两人一前一后在小巷中穿梭。办好账户后，两人开始闲聊。艾丽一家跟奥弗一样，信仰犹太教。晚餐前，艾丽对着镜子梳洗，她刮起白沫，露出白净的下巴，然后下楼加入餐会。奥弗没有参加，找不到人影。结束晚饭后，艾丽跟家人坐在客厅，父亲提议让她为大家弹一曲。虽然艾丽很不愿意，还是谨遵父命。第二天，艾丽无聊地躺在床上看书，她脸上过敏了，没办法出门玩耍。这时，奥弗回来，邀请艾丽游泳。只有他们两人，毕竟他也过敏了，互相陪伴。两人换上泳裤，来到树丛中的泳池。艾丽一直不敢正视奥弗，两人只穿泳裤，奥弗身材十分健壮。两人还没玩一会儿，艾丽的母亲过来摘杏子，奥弗主动上前帮忙。摘完杏子，两人来到草地上，艾丽弹起吉他，奥弗晒着日光浴，他们不时地交谈几句。一会儿后，弹起音乐，艾丽让奥弗跟着自己。他们来到客厅，艾丽主动展示自己的琴技，琴声动人，夏日长眠。面前的人令人心动，奥弗有些沉迷。艾丽坐在床上，为今天与奥弗的相处写下自责。她很担心奥弗不喜欢自己。艾丽写完笔记，苦恼地离开房间。少年的忧愁，瑰丽而又彷徨。艾丽戴着耳机，坐在树荫下书写乐谱，而身后她的父亲正在与奥弗聊天。艾丽不知该如何开口。午后，艾丽晒日光浴，有些迷糊，而奥弗躺在石板上看书。奥弗喊艾丽过来，他要分享一本书。艾丽有些迷糊，缓步来到他的身旁，拿起书。突然，奥弗翻身，落入一旁的水池中。晚上，奥弗早已跟附近的人混熟，成为万千少女的梦中情人。在舞会上，他揽着美女热舞。艾丽跟朋友们坐在一旁喝酒聊天，看着热舞中的奥弗，艾丽面无表情，吸着烟，喝着酒。
舞池中的奥弗不愧是热情的美国人，引领着狂热气氛。艾丽终于看不下去，来到舞池跟少女玛莎热舞，两人正好在奥弗面前。舞会结束后，艾丽和玛莎来到草丛中，暧昧的气氛，昏沉的灯光，但一切止于礼。第二天清晨，艾丽将昨晚暧昧的事说给父亲，实际上是说给一旁的奥弗，但他似乎没有吃醋，还鼓励艾丽加油。小镇旁的湖中发现了新的古物，父亲决定带着奥弗和艾丽前往研究。在准备出发时，昨晚跟奥弗热舞的贝尔上门，贝尔拜托艾丽撮合他跟奥弗，并决定今天陪他们一起去。准备完毕，奥弗跟贝尔走出屋门，当他看见艾丽的那一刻，立马挽住贝尔，并当着艾丽的面与贝尔亲吻。很显然，刚刚艾丽的话让他醋意大发。奥弗独自坐在车里，贝尔自己骑着车离开。很显然，奥弗拒绝贝尔的陪伴。两人谈论起女人，谁也不敢服输，非要表示自己是个情场浪子。这场战局在父亲出来后停止。来到目的地，雕塑刚从湖中捞出，奥弗拿着这个雕塑，艾丽主动示弱，两人握手言和。湖中还在进行打捞，这是个大工程，或许新的美神维纳斯即将出世。下午工作结束后，他们在湖边玩耍，奥弗和艾丽的关系逐渐修复。他们开车回到别墅，艾丽突然想起今晚她还跟玛莎有约。当艾丽骑车赶到时，草丛中早已空无一人，很显然她错过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奥弗早已出去，艾丽弹起钢琴。夏日依旧，爱情让人苦恼。她拿起一本书，里面有一张奥弗写的观后感。艾丽将书放下，在房间里来回徘徊。她很想去奥弗的房间，但女仆突然发现。等女仆走后，艾丽悄悄来到奥弗的房间，躺在奥弗睡过的床上，用尽一切感受着奥弗的存在。艾丽遭受着暗恋的折磨，她走到阳台，注视着奥弗的行踪。下午突然停电，艾丽躺在父母的腿上，聆听着母亲用德语讲述七日谈，这是关于骑士和公主的爱情。第二天，泳池边，艾丽和奥弗谈起昨天母亲讲的故事。奥弗从故事中听到不同的意味。奥弗要去镇上办事，艾丽决定跟随。在咖啡馆里，奥弗停下车，进去买了一包烟，并亲手给艾丽点着。他们抽着烟，谈起一个理不清的问题：你知不知道我爱你？很显然，他们都不知道。办完事后，他们来到田野间骑车撒野。艾丽的秘密基地展现在奥弗的面前，那是一个小湖，水很清澈，绿荫连绵。在这里，他们开始谈心。奥弗第一次直白地表示，他想更深入了解艾丽。他们并排躺在草地上，奥弗忍不住对艾丽亲密，用手轻碰她的嘴唇。但奥弗的伤口感染，两人不得不停下暧昧的脚步，返回别墅。一对夫妇到来，在餐桌上大声抒发着对社会的看法。他们像突击枪，谁也插不进去嘴。艾丽无趣地低头吃饭，忽然流鼻血。按原著的说法，是餐桌下奥弗的脚正在摩擦他的下半身，艾丽赶紧去拿冰块止血。奥弗有些放心不下，急忙过来找他。他们坐在角落旁，奥弗帮艾丽按摩腿，手法很棒。艾丽感到有些疼痛，这是很正经的按摩。结束后，奥弗骑车出门，碰见玛莎带着朋友上门拜访。很显然，玛莎的目标是艾丽。悠闲的午后，艾丽和母亲谈论起奥弗。身为局外人的母亲一眼就看出奥弗对艾丽的偏爱。母亲的话让艾丽久久不能平静，她一直坐在门口等待着奥弗的归来，等啊等，直到深夜。艾丽疲惫地躺在床上，陷入深思。这时奥弗回来了，艾丽无奈悄声说奥弗是个叛徒，然后关灯睡觉。某天，艾丽和玛莎在镇上约会，他们边走边聊，暧昧升起。
晚上，两人躺在草地上，依旧发指于理。回到家中，艾丽经过跟玛莎的约会，或许认清了某种东西。她写下一封信，恳求奥弗不要对自己冷淡。第二天，艾丽发现了奥弗的回信，上面写道：“午夜相见。”艾丽忍不住亲吻信件，喜悦填满心房。她期待午夜到来。午饭过后，一对同性伴侣到访。艾丽的父母没有任何歧视，整个下午艾丽都在帮忙款待客人，直到深夜，众人才散去。艾丽来到阳台，奥弗早已等待多时。他们来到卧室，幽暗的灯光下，暧昧继续发生，屋外蝉鸣不停。此刻，他们抵达灵魂的高潮，一场春宵结束。第二天早晨，两人早早地骑车离开别墅，来到小湖旁游泳。一路上，艾丽有些冷淡，奥弗害怕艾丽怪罪自己，毕竟昨晚是他主动拉着少年抵达欲望的边界。返回别墅，两人各回房间。奥弗看着昨晚留下的痕迹，剧烈的担心涌上心头。他决定直白地索要答案。奥弗找到艾丽，发现她对自己还有反应。奥弗的心中只剩下喜悦。吃饭时间，奥弗告诉众人，他要去镇上，然后就骑车走人。艾丽急忙来到镇上，表示自己想跟他在一起。随后，两人不时发生一些小亲密。艾丽回到家中，躺在床上，把玩一颗熟透的桃子。蜜桃成熟时，诱惑满分。结束后，他穿上奥弗的衬衣，跑出去找奥弗。玛莎突然到来，询问他为何消失多日。艾丽语无伦次。玛莎明白，此人已不再属于他，转身走人。几天后，奥弗要去远方学习，艾丽的父母亲自送别，并同意艾丽一起前往。奥弗坐上公交车，与他们告别后回到座位上。艾丽早已等候多时。到达目的地后，他们在山间潇洒，亲密无间，在夜晚的小镇上嬉笑打闹。快乐总是短暂，奥弗要乘火车回家了。艾丽来到车站送别，一场夏日恋情或许落下帷幕。艾丽注视着奥弗离开，火车消失后，她徘徊在车站中，忍不住哭泣。她没有独自回家的勇气，只能让母亲来接她。回到家中，父亲在等她。奥弗和艾丽的故事他早已发现。父亲告诉艾丽，他很嫉妒，曾经他也有过故事，但从没在一起过，因为这是一场青春的修行，去感悟生命。冬天到了，艾丽一家来到别墅避寒，电话声响起，艾丽迫不及待地接听，是奥弗。思念忍不住泄露，奥弗迫于父亲的命令，要在明年春天订婚。他们的爱已在夏天殆尽。艾丽挂断电话，来到火炉前，一会儿落泪，一会儿抿着泪水微笑，一会儿冷漠。夏天真的结束了，但却让她无法忘记。全篇结束，主人公们的短暂邂逅能让人记一辈子。苦涩的结束，余味无穷。简单的叙事呈现出原汁原味的爱情。我们都有少年时光，都有着属于自己的那个夏天，那个少年，那个无疾而终的爱情。或许我们都要学会去感受生命中的一切，在年轻的时候拥抱所有感觉和情绪，就像一种修为和成长。爱你所爱吧，别回头，别后悔，默默记在心里，然后回味一生。好啦，本期节目到此结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